人死之后，其意识并不会立即消失，而是会以那个灵魂的形式先来飘荡一段时间，并且有可能再次投胎为人。因为灵魂的活动似乎没有办法用仪器来测量，并且呢，现代科学认为人的一切意识都是凭借大脑的硬件实现的，根本不允许脱离肉体的意识来存在。除了某些小事情以外，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灵异事件的经历帖，其中描述的灵异事件似乎只能用真的有鬼来解释。在受过理工科高等教育的人看来，这些经历就算再离奇，背后也一定有一个科学的，甚至是简单到可笑的解释。但是这样的态度呢，显然没有让任何人信服。比如之前刘彦文老先生在上海书评连载的《记录质疑》中提到了很多的灵异事件，就对科普作家们对这些事件的可能解释表示了不屑一顾。其实之所以长期以来都是科普作家而不是科学家关注灵异事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科学家傲慢，而是这些事件实在很难认真对待。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证据，而鬼如果真的有的话，它们的出现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几乎没办法搞实验。网上的经历帖事实是否成立都不好验证，就算有科学家真信了，兴冲冲跑到现场，鬼不来了又怎么办？或者就算鬼还是来了，可是只有你能看见，我却看不见，仪器又测不到，我又怎么办？再或者就算有科学家拿着仪器真的在某个凶宅里，除非能够大规模的重复验证一种灵异现象。一个纽约警察化名约翰，经常跟自己化名多林的女儿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照顾你的。1992年，约翰在一起抢劫案中中枪而死，他一共被击中6枪，其中致命的一枪从后背进入，割破了左肺和心脏，并且导致肺动脉破裂。而5年后，多林生了个儿子，化名威廉。威廉一出生就有缺陷，他的肺动脉隔膜发育不全，血液有时候不能流进肺，他的一个心室也没有发育好。几次手术之后，威廉仍然要终生服药。但是除了这样以外，他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孩子。威廉3岁的时候有一天多林让他不要哭不要闹，否则我就要打你哦。可是威廉说，妈妈，在你是个小女孩而我是你爸爸的时候，我可从来没有打过你哦。起初多林没有当回事儿，但后来威廉不断告诉他，他曾经就是约翰。他陆陆续续谈过很多约翰的事情，其中包括那次枪战。他还记得多林小时候在家里养过一只猫，威廉的习惯也与约翰相同。但是最让多林震撼的是有一次威廉对他说，别担心妈妈，我会照顾你的。这种儿童回忆起自己前世的案例并不算特别稀奇，可能每个人都时有耳闻。这里面没有什么鬼魂的直接出现，相当于是没有灵异现象的灵异事件，反而比较适合作为研究对象。转世儿童和他们的家人乃至他们前世的家人就在那里，研究人员呢可以随时过去拜访。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有一个知觉研究部 Division of Perceptual Studies， 专门研究此类事件。该机构的研究人员吉姆·塔克在2005年出了一本书，名叫《前世生活：关于儿童回忆来前世生活的科学调查》Life Before Life,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hildren's Memories of Previous Lives。这本书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医学界和心理学界，如果科学家想要研究某个因素对人的影响，比如吸烟是否有害健康，或者受虐儿童长大后是否犯罪率更高之类的，往往没办法直接做实验，而只能采取收集案例。但是呢，能够采取收集成千上万的案例，然后做统计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称为流行病学 （epidemiology）。流行病学的结果远远不能作为最后的科学结论，但是这个方法仍然是科学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在你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所能使用的最科学的办法。
塔克等人研究儿童的转世回忆，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他们总共收集了2500多个案例，这些儿童大多在2到4岁之间开始跟家长说自己有一个前世的记忆根据科学精神，这个前世应该打个引号他们往往会给出前世生活的诸多细节，甚至包括具体的地点和名字。他们要求家长带自己去寻访前世的家庭，如果根据孩子的论述真的找到了其前世的家庭，研究人员就把这个案例称为告破 （soft）， 否则就是未告破 （unsolved）。一旦得知有这么一个事件，研究人员呢就会想方设法的尽快赶到当地。很多案例主要发生在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这样的话呢，美国的研究人员就需要在当地设立线人，来随时报道新案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等科研人员知道的时候，案例已经告破了。但也有一些案例是研究者跟这个儿童今世的家庭一起去寻访其前世的家庭，这样的案例显然更为可靠。前面的威廉这个案例的特别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威廉的出生先天性缺陷正好和约翰的致命伤在同一个地方其实呢，研究者一共收集到了225个有前世回忆并且又有先天缺陷的案例，这个先天缺陷通常都是胎记之类的。好，如果他们的前世死于暴力，那么呢，这些儿童的胎记或者说先天缺陷就恰好与其前世受伤的是在同一个地方。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些亚洲地区有在往生者身上用颜料做个记号的习俗，而其转世的孩子会在做记号的这个地方恰好有一个胎记。跟回忆和叙述相比，胎记和先天缺陷是硬邦邦的物理证据，所以研究者特别重视这样的案例。他们会亲自查看儿童，并且去当地机构寻找前世死亡时的医生证明，并且把这2个东西做对比。有时候随着小孩慢慢长大，胎记的位置会发生些许变化颜色呢也会变淡，不过呢吻合的仍然很明显。有些儿童对前世的家庭有强烈的感情依赖，他们甚至会要求前世亲人定期来看自己。有的保留了前世的生活习惯，比如烟酒爱好，而今生家人呢都没有这种爱好。有的会做出前世工作时候比如打铁的动作，有的甚至在游戏中模拟自己前世死亡的过程，包括拔枪自杀在印度有一个出生于低种姓家庭的孩子认为自己的前世是高种姓，从小就拒绝吃家里的食物，邻居帮着用高种姓的方法做了1年饭才改过来。另外呢，又有好几个出生于缅甸的孩子声称自己前世是2战时期死在这里的日本兵，他们喜欢吃日本式的料理并拒绝穿当地的衣服，而且非常害怕飞机那个前世是非正常死亡的有 35% 表现出对那种方式的恐惧，尤其是水51个淹死的案例中有31个孩子是怕水的。有的比较夸张的甚至必须有2个人按住才能洗澡。有一个女孩呢，前世因为躲避一个公共汽车而掉到池塘里溺水而死，结果今世既怕汽车又怕水在转世过程中改变性别的表现为很不适应，比如女孩强烈要求当男孩。而所有这一切，不管是转世回忆还是前世对今生感情的影响，大都会在7岁以后慢慢淡化乃至忘记。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跟别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有个女孩刚会说话的时候，强烈要求父母找到了前世的家人，包括丈夫和儿女，她要求他们必须每周都来看她，以至于她前世的丈夫及现在的妻子都不干了。然而等到这个女孩7岁以后，她反而觉得前世的家庭成了她的累赘。但是也有一个极其罕见的案例，一个男孩找到了他前世的妻子，一直到长大以后仍然跟他保持着感情，并且不顾年龄差距再次和他结婚科学当然要质疑了，那怎样合理的解释这些事件呢？
一种可能性当然是这一切纯属偶然。小孩子呢，当然什么话都有可能说。如果当了真，并且按照他们所说的去找，也许真的就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死去的人，正好符合他所说的。书中提到啊，英国的赫特福德郡大学的心理医生理查德·怀斯曼，他就持有这种观点，并且组织了一个实验来验证。他找到了几个孩子来编造他们的前世，然后寻找能与之对应的死亡记录。理查德·怀斯曼得到的最好的案例是一个3岁的小女孩说自己前世3岁时被怪物咬死。怀斯曼找到的是一个被绑架并杀害的女孩，这个女孩和被编造的那个前世有相同的头发和眼睛颜色，甚至都穿粉色带花的衣服，并且都住在海边。但是呢，跟转世研究者的案例相比，怀斯曼的编造案例缺乏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具体的人名和地点。实际上有些儿童不但说出了前世家人的名字，而且回到前世家里之后还能指出一些别人不可能知道的物品的存放的地点。有时候他们不经询问就告诉前世家人自己死之前家里的情况跟现在的不同。有一个案例中，儿童向自己前世的兄弟指出自己曾经送给过他一把枪，这把枪的型号在当地非常的罕见，更何况事情只有兄弟2人知道。在一个有研究者陪同下指认的案例中，儿童不但说出了前世村子里所有的人，而且还遇到了一个在他往生之后才搬来此地的人，并且他表示不认识这个人。在很多情况下，今世家庭与前世家庭根本不认识。有些寻访前世家庭的工作，是今世家人委托第三方去办的，这种有多人参与的案例可信性就更高。真正有价值的案例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儿童说出了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信息。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儿童家人的错误记忆呢？比方说，也许有这么一家人很愿意相信转世，孩子其实说了很多话，但是家人却对那些应验了的话记得特别深刻，甚至自己主动脑补，把没说对的也算成说对的了。但有30多个案例是家长写下对前世的陈述，然后拿着这个文字记录去寻找，并且这些案例都被告破了，这就大大减少了错误记忆的可能性。研究者对比有文字记录的案例和没有文字记录的案例，发现其中孩子事前陈述的准确度分别是 76.7% 和 78.4%， 他们非常的接近。而且有文字记录的平均陈述条数不是更少，而是更多。这个 70% 多的准确度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成年人回忆早年的事情，没有生死之隔，也未必能100%说准。好了，为了避免记忆错误，研究者还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会在时隔几年之后，让另一个研究人员在不看原来案子记录的情况下再次寻访这个家庭。如果是记忆错误，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案例的强度会被加强，因为一厢情愿相信转世的家人会往强的方向上编，但是结果呢却恰恰相反。时间推移以后，案例反而变得不那么鲜明了，就好像是真实的记忆一样。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造假，但是造假呢，对有回忆儿童的家庭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对吧？科研人员并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采访费，而他们却不得不在家里不厌其烦地接受陌生人的询问。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今世家庭没有向前世家庭提出任何财务的要求，而在很多情况下，今世家庭根本不愿意去寻找什么前世家庭，往往是孩子强烈要求才不得不去的。有一个例子中，一个女孩的前世是某个手艺人的妻子，地位较低，而其今世家庭地位较高，这导致她的父亲极其反感她谈论自己的前世。当然也有可能是研究者在造假。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从事这种研究不可能获得什么真正的学术声望，而研究者们的确也不是什么学界大牛，他们发表论文的期刊也绝对不是什么国际主流刊物。也许他们
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整个部门，为了出名或者获得经费而伪造了这一切。但是这个项目的经费来自私人捐款，而并非政府拨款。不过呢，正如作者所说的，他们保留了数千份档案。整个研究还有一些别的可供吐槽的地方。一个弱点是美国的案例太少了，相当多的案例是来自于亚洲国家。可能是因为只有20%左右的美国人相信投胎转世，所以他们不怎么报告，甚至也有可能转世不怎么发生在美国。但也有一种可能性呢，是亚洲人因为过于相信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了案例。另一方面呢，胎记和出生缺陷是相当硬的证据，这个似乎没办法用错误记忆之类的理论来解释。如果是巧合，那就是极其罕见的巧合；如果是造假，那就是非常困难的造假。也许转世回忆这个事情真的值得认真对待。其实要说反伪科学的科普作家们，卡尔萨根应该是其中的翘楚。他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魔鬼出没的世界》，即使就在他自己这本强烈的批评迷信的书中，他也承认了儿童转世回忆也许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那么呢，我们不妨就以认真的态度来考察一下这些案例。也许我们可以更大胆一点，先假设这些转世案例都是真的。顺便说一下，卡尔萨根他在他的那本书《魔鬼出没的世界》在第16章当中写道，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在超感官知觉领域有3个命题，以我之见值得认真研究。第一是通过独立思考的人勉强可以影响计算机随机数的产生。第二呢，人在适度的感觉丧失的情况下，可以接收到投射向他们的想法或者图像。第三就是小孩子有时会讲出前世的细节，并且呢被证明是准确的。除再生复活之外，再别无其他途径可以知道。我提出这些命题，并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合理的。事实上我本人并不赞同这些问题。但是呢，因为他们可以作为可能是正确的论点的例子。后3个命题至少有一些，尽管仍是可疑的实验支持。当然也许我错了。好，以上是引用卡尔萨根的话。好，我们继续。一个好的研究应该不但能印证人们心中已有的观念，还能够告诉人们一些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情。研究者从这些案例中发现了一些相当有趣的结论。比如说，在那些现在已知前世的死亡方式的案例中，有 70% 是非自然死亡的，也就是说死于谋杀或者意外。而在剩下的这 30% 当中，也有很多是死于心脏病突发之类的原因。也就是说呢，这些有前世回忆的儿童，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前世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平平淡淡的，可以预见的死在床上的。另外，全部案例中有 75% 的人谈论了前世的死亡过程。但对于其中正常死亡的这个比例则只有 57%。也就是说，暴力死亡者更可能谈论自己的死亡方式。这个似乎给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前世回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也许呢，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安安静静的死去，然后会有某种机制，比如说孟婆汤，抹去前世的记忆，然后再转世。但是呢，那些意外死亡的人，因为是意外嘛，这个机制就被破坏了，以至于出生之后还保留了前世的记忆。塔克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假说，则是说，可能一般人死了之后并不会转世。由于某种未尽之事，想要再回来的人，他们才会转世。但是也没有任何记载说这些人有报仇之类的行为。我以前看了很多鬼故事论坛的经历帖，曾经提出转世有一个灵魂定域性原理，也就是说人死了之后一般就近转世。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是每个灵魂由某种中央系统统一安排在世界各地转世，不受地域地理的限制。但从这本书的案例来看，这个灵魂定域性原理还是大体成立的。其中提到前世和今世家庭距离最远的一个案例是400英里，
但间隔时间超过40年。很多案例都是转世在几十英里范围内的邻近的村庄这个距离对于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来说，已经远到了去一次不容易的程度。但仍能通过第三方接上头。不但如此呢，很多情况下两个家庭还有某种关系。书中介绍了一个针对971个案例的统计，他们发现其中有195个案例同一家庭内部转世，有60个案例中两个家庭有密切联系，有115个案例中两个家庭有微弱的联系，有93个案例中两个家庭认识但无联系，剩下的508个案例中两个家庭完全是陌生关系，而其中有239个是已经告破的成功案例全部的971个案例中有232个是未告破的。从死亡到转世的间隔时间长短不定，统计发现其中位数是15到16个月。好，这个中位数呢，就是说有一半的人比这个时间长，一半的人比这15到16个月这个时间短。好，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有一个研究的1100个案例中，有217个案例谈论了自己死后到出生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包括葬礼受孕和出生这种地球上的事情，以及另一个世界上的事情，打个引号另一个世界，比如说天堂似乎没有人提到地狱，也许是因为进了地狱的人都没法转世了有些只谈论了其中一种或几种经历，比如说其中像葬礼和出生前胎儿状态的描述这个是有人证实的所以呢，这个好像是值得严肃考虑的对比之下呢，研究者对另一世界的言论持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个并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而是因为另一个世界的事儿没法验证。不过呢，他们还是做了一点统计的。你愿意死后直接就近转世呢，还是先到比如说天堂这样的地方，跟有关人员或者相关部门见个面再转世？我想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后者自然死亡者比非自然死亡者报告另一个世界经历的可能性略高比例是19%对13%，而突然死亡的人报告另一世界经历的可能性则比非突然死亡的人要稍微小一点是12%对22%这个结果呢，好像比较符合人们心中的自然死亡是一种福气的认识。好，那么到底生前是什么样的人有机会前往另一个世界呢？这个结果恐怕就要让某些宗教人士失望了。研究者尽可能统计了案例中前世人物的以下特征，比方说他富有吗？他是犯罪分子吗？他是否乐善好施？他是否热衷于宗教活动？他是否是一个沉思者就是 meditator 或者翻译成冥想者？好，他是否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结果发现以上所有的特征都与是否报告两世之间地球活动无关，而且除了一个特征之外，也都与是否报告另一世界的经历无关。它就是沉思 meditation 或者说冥想吧只有沉思者更容易报告曾经前往的另一个世界。不过呢，沉思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明什么，也许大家的机会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有沉思者的观察比较仔细，而且记忆力比较好，他们记性比较好但更关键的是，这个统计的样本实在是太少了只有一小部分案例中的前世人格被统计下来。比如在这个1100个案例中，其实只有33个沉思者，但是呢，热衷于宗教活动的人士并不比犯罪分子更有可能前往天堂的这个情况仍然相当引人注目。一般的人呢，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前世对今生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这辈子需要做什么，下辈子才能出生的好一点呢？研究者也考察了前面各项与今生这个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前世圣洁的生活对今生出生的经济地位很有帮助，当然这个帮助打个引号并且对今世出生的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经济和社会地位指实质的地位，而与印度社会的种姓无关
也就是说呢，圣洁生活并不能确保下辈子生于高种姓之家，而至于其他所有各项都没有关系。这样那些相信这辈子乐善好施会导致下辈子出生于富贵之家的人就可能要失望了。从这些极其有限的统计结果来看，亚洲人普遍相信的因果定律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不但如此，我们还从案例中看到有好几个日本侵略者在缅甸就地转世为人，而没有进入什么地狱畜生恶鬼道。自杀者照样转世这些都与一些宗教人士的说法不同。另外，塔克先生在书中所提出的胎记和出生缺陷这个情况也不符合因果。为什么是受害者而不是杀人者下辈子带着胎记和出生的缺陷呢？也许这里起作用的并不是因果定律，而是某种自然定律，比如意识影响身体之类。好，我们来讨论一下吧。这些研究呢，也许会让有些读者更加相信转世的存在，但他们远远不能证明转世。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让意识脱离肉体存在，这件事情完全不能用现有的任何科学理论来解释。流行病学研究通常并不涉及机制，但这些案例数目就算按照流行病学的标准也不够强，因为数据毕竟还是太少了嘛。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正如视频开头所说，现有的科学理论对世界的解释已经相当不错了。一个没有转世现象的世界观，并没有让任何科学家感到不安。我觉得如果转世存在，那么就应该无处不在。就算有孟婆汤机制，我们也应该能够用什么手段测量出来普通人的转世。更进一步来说呢，这个灵异现象也应该无处不在。我们生活中应该时时刻刻都有一些使用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而事实是这些灵异现象都比较罕见。我非常的钦佩这个项目的研究人员做出这个研究的勇气。他们既没有得到主流科学的影响，也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他们既不相信有神论，也不相信无神论，他们只看证据。实际上他们好像也没有怎么受到主流的打压。也许除了大学同事的背后议论之外，他们使用的是科学方法。这些简单的前往现场去验证事实、统计、发现相关性的办法并无出奇之处，但他们做了现有条件下所能做的一切，不然就得让他们亲自去投胎转世去做实验了。